大家好，欢迎来到无相之境，为你搜罗各种宇宙小道消息，别人看不到的，我们偷偷告诉你。世有无相，万象藏形。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让无数人着迷的神秘存在——人鱼。童话里他们温柔勇敢，传说中的他们神秘莫测，半人半鱼，亦真亦幻，好似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但他们真的存在吗？今天我们将从高维灵魂剧本的角度揭开这场跨越维度的未解之谜。人鱼族确实存在，但他们并非后世神话或童话中那种温柔美丽的人鱼公主。最初的人鱼是一种高维度的智慧族群，诞生于水之意识的震动与星际能量的交融之间。他们的身体并不局限于鱼尾或人形，而是一种流动变形的能量体，能自由穿梭于不同水域与能量层级之间。他们拥有极高的意识共振能力，可以通过声音、频率与情绪波动来改变自己的物理形态，以适应不同的环境与任务。有时像人类，有时如深海中未被命名的奇异生物，有时则完全隐形于水脉之间，只以一阵声波共鸣，一道水光闪烁的形式被感知。这一族的灵魂本源大多来自天狼星文明、水星星系以及仙女座水脉文明的古老记忆。他们降临地球时，并非为了征服或统治，而是带着纯粹的水之任务，调节情绪场域，净化能量流动，恢复情绪与灵魂之间的失衡。他们的声波疗愈技术能够穿透物质界层层阻隔，唤醒记忆，释放压抑，修复因文明断层而产生的能量扭曲。他们的声音不只是歌唱，更是一种声波导航系统，可以在水下构建引导通道，唤醒和疗愈休眠的意识，换来同频盟友。在人类尚未建立文明之初，他们便与地球的原始水系，包括深海裂隙中的能量层、冰川下方的光网通道，以及亚特兰蒂斯周围的水晶科技阵列，建立了稳定的共振关系，成为地球早期的深海守护者。人鱼并非单一的族群，它们主要分为3类。第一类是蓝鹰族，这是最原始的核心族群，也是最早降临地球的水元素意识体之一。它们的特征呈现淡蓝透明光体，或在某些频率下具有人形鱼尾混合体。它们的职能是声波频率的编写和解码，擅长声波共振疗愈、星际语言的翻译、情绪场的修复。它们是水之智慧的守护者，尤其是链接天狼星的水文明记忆。有些人类至今都具有极强的听觉，共情能力很强，也容易受情绪场的影响，和古老的海洋生物有深刻的共振，可能就是有蓝鹰族灵魂的碎片。第二类是幻水族，他们偏向形态流动性的水中族群，没有固定的形体，可以在水、雾、气、光之间变换，有的甚至在海洋中呈现为蓝色的光斑，或者说是人形的幻影。他们擅长制造隐藏领域与多维遮蔽，是水下引力通道的建构者。他们的职能是维持水下结界，保护某些封印的区域，并看守地球部分跨维传送点。最后是水灵族，这是更靠近地球频率的人鱼族支脉，曾参与亚特兰蒂斯的基因协作计划，部分 DNA 也被用于水栖人类的实验。它们的特征呈现出半人类半水栖，有的能在海中久居，有的能适应陆地上湿热的地带。有些人类灵魂是水灵族的碎片，比如说对水有极强的亲和力，常梦见自己在水下呼吸、穿梭、生活，或说是在生活中害怕一种干燥感。他们是负责连接人类意识与水系智慧的桥梁。总的来说，人鱼族在亚特兰蒂斯扮演了以下的角色。第一种是情绪场调频师，他们负责稳定整个亚特兰蒂斯海域的情绪与能量波动，特别是在水晶脑实验高频运作时所产生的副作用，会对亚特兰蒂斯民众造成集体情绪失调。
这时候人鱼族会使用声波疗愈进行调整，还有是灵音记录者与星际翻译官，他们的语言结构与地球不同，属于音律型编码系统，可以听见星际或其他文明发出的频率指令，并做出翻译和回应。还有就是深海守护者，亚特兰蒂斯周围的海底深处隐藏着多个跨维度出入口，可通向仙女座、天狼星、地星等等。人鱼族中的一支分支专门负责守护这些通道，避免低频意识体入侵。最后，基因工程合作方之一，在基因工程计划初期，人鱼族也提供了一部分水性编码与高感官适应性基因作为样本，用作人类的水栖进化实验。但在后期看到计划失控后，他们主动断开合作，撤回了族群的大部分科技支持。在亚特兰蒂斯的鼎盛时期，人鱼族的角色不仅是水系的智慧传递者和守护者，他们还在负责维护水下神殿系统和水晶核心的能量流动。这些神殿和水晶实际上是亚特兰蒂斯的能量网，维持着整个文明的运转。后期亚特兰蒂斯基因工程导致大量低频物种失控，水域污染加重，包括频率上的污染，还有实体的污染。高层水晶塔开始出现不稳定的震荡，轮回编程机制启动，子宫殿堂逐步取代自然投生。人鱼族的职责逐渐转向了控制即将崩塌的能量场，保护残存的灵魂。由于人鱼族与水晶的灵性链接，他们开始感知到这些能量的扭曲，并试图通过音频共鸣、水流调节和情绪疗愈来安抚这些即将崩溃的能量场。但由于实验的过度，他们的职责和使命也逐渐被能量和意识分裂所侵蚀，变得越来越无法承受。随着亚特兰蒂斯的最终崩塌，地球的频率也遭到了极大的动荡。人鱼族中的一部分开始意识到，最终的牺牲时刻已经来临。他们选择了放弃自我救赎，为了让更多的灵魂能够逃脱即将到来的灾难，他们开始释放出巨大的海洋能量场，优先引导其他灵魂进入更高频的避难所，主动封印部分水之圣坛与海下通道，避免进一步频率污染，将族群核心的成员撤离到了地球深海未知区域、南极冰脉深层与其他星际频率维度。然而，这种牺牲也让他们自己的族群在多维层面慢慢消失，他们的身体开始被频率污染的深海吞噬，灵魂被迫进入了地球的深层水域频率。这些人鱼族的灵魂开始游走在地球与这些维度裂隙之间，意识上一直在延续那份守护，成为永远未能完全解脱的能量存在。也有一些人鱼灵魂选择了被重新编程的遗忘计划，进入到地球轮回体系中，在地球的频率层面重新投胎。人鱼族传承的秘密也随着他们的离去藏匿在了深海和古老的水晶遗址中。这些秘密在后世中也成为了神话中的水域传说和失落的文明的根源。在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受到海洋的召唤，心灵的觉醒，水深的疗愈。这不是偶然，因为人鱼族并非完全消失，他们的意识隐藏在水之频率里，继续引导那些愿意寻找的灵魂走向更高的觉醒。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仍有人会梦见自己是人鱼，在水中穿梭，听到水声有强烈的情感共鸣，看到海洋生物有深层次的链接。那是因为这些碎片在苏醒。这或许是曾经的蓝鹰族在你梦中低语，幻水族在你的意识边界映现身影，水灵族透过你的情感体验在唤醒古老的记忆。水是你来过的证明，也是你回家的方向。同时，随着地球意识的转变，许多来自人鱼族系的灵魂后裔正隐隐察觉到一个被封印已久的使命，等待某个时刻的到来，
重新激活水晶网格系统，唤醒地球深层的疗愈频率与灵魂光谱。这不仅关乎地球的未来，也与水质文明的复兴息息相关。当你静下心，在水边聆听风声，有时你听见的或许不是风，而是那些仍在水域中吟唱的灵魂。如果你有意愿，可以再次探寻自己与水域的链接，或许你也能发现自己在亚特兰蒂斯中的角色，并找到属于你的古老智慧回响。好了，今天的无相之境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这类内容，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